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 Enzo。那接下来开箱呢，就是富士的 X-T4。那这台相机呢，拥有非常多厉害的功能，那我都会在后面详细介绍给各位。我们先来开箱一下 X-T4 的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这是说明书。这台相机呢，就是我期待非常久的富士的 X-T4。那我们开箱完之后呢，会看到其实里面并没有附座充哦，它只有附充电器给各位。那这是它的充电头。就官方说法说没有附座充原因，应该是因为他们应该是因为他们支援 PD 快充，他们觉得 PD 快充就够快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还是打一下正常一点的光线。那我们看到它附的头的话，我刚帮各位看了，它附的是15瓦的充电器，然后它本身机子也支援 PD 快充，所以直接充电的话呢，会是非常迅速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它就没有附座充给各位了。那我个人觉得没附座充还是算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有时候有座充还是比较方便。然后这个是 Type C 转 3.5 的头，那这是原厂背带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台呢就是 Fujifilm 这次出的 X-T4。那它从 X-T3 开始呢就有非常好的录影功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整台机子呢非常的有质感，这黑色烤漆非常的有质感，然后转盘非常的丰富。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在旁边的背带槽直接附了这个真皮的东西，让你在装背带的时候比较不会刮伤，而且摸起来非常有质感。是不是真皮我不太确定，但是摸起来还蛮像真皮的，很有质感的一台相机。那这次开箱的时候呢，我特别有问了一个富士的长期使用者，问他说跟 X-T3 有怎么样的差别。那他是说第一手体验下去呢 ，X-T4 的整体质感是非常优良的，然后整体摸起来的材质也比 X-T3 还要更好。那他有讲到 X-T3 有个缺点就是 ISO 转盘嘛，这是 ISO 转盘。那他有说到 X-T3 在转这个转盘的时候呢，下面这个过片模式就一起被转到。那 X-T4 呢是没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改进的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翻转萤幕，因为我们在拍影片的人，其实我非常喜欢侧翻的萤幕，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拍片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平常也可以转过来拍，然后要自拍的话呢，也非常的方便。所以这台是一台非常适合拿来拍 Vlog 的相机，加上它终于有了5轴防手震。那5轴防手震在机内的话呢，就代表这台相机接任何老镜头都可以拥有防手震的功用。所以说这台相机也非常适合拿去玩老镜头，因为老镜头一定没有防手震嘛。那有防手震的话呢，你接所有的镜头，在你拍摄上都是只有利没有弊，就是你拍摄上一定会更为顺畅，快门可以使用更慢。那 X-T4 有最大的重点呢，就是它支援 4K 60p 10bit 420的录制。那如果你外录的话呢，你可以录到10bit 422。那 4K 60p 有非常多的优势，就是它拥有 4K 的画质，我们事后可以做裁切，然后还可以再放慢1倍，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影片都是30p 或者是24p 嘛。那如果我们拍摄60p 的影片，我们事后还可以再放慢2倍的话，还可以得到高画质的影像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。那 1080p 的话呢，也支援240p， 所以说放慢可以放慢非常的多。这应该是 APS-C 里面最强的录影机了，比 Sony 的 A6600 那些都还要更强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实测单元咯。
好，那我跟各位补充说明一下，其实这次 XT4 的评测呢，我其实比较想要早一点出给各位看，但是因为富士官方并没有回应我，所以我没办法提早拿到机子，所以要等到机子上市之后呢，才可以评测给各位看。好，那接下来继续来讲关于机身防守阵的部分。富士官方说呢，它的防守阵可以达到6.5级的防守阵，这乍听之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规格。那我这边给各位讲解一下，就是它机身防守阵有几种。第一个就是不开嘛，再来就是开启机身防震加镜头防震，再来就是再加上电子防震，然后还有一级呢，再叫做影像稳定提升，它会让你的静态画面呢更为稳定。好，那我接下来直接给各位看防守阵开启跟没有开启的画面比较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开启防守阵之后呢，确实影像稳定的非常非常的多。但是如果是比较广角镜头的话呢，可能会出现边缘有点变形或不自然的感觉。那这点的话呢，其实就是用它防守阵做动的时候导致影像边缘在变形。那这可能是没有办法解的情况。所以说，这就是看个人可不可以接受这个情况的发生。但是它的机身防守阵确实是很厉害的。你一般拿着的时候呢，可以拍出近视稳定的画面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还在考虑要不要升级成 XT4 的话呢，我这边给你的建议就是升级吧。反正我们就是推坑，就是出新的就买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反正就是说 XT4 呢，它的防守阵确实是很优异的，所以 XT3 用户如果还在考虑要不要升级的话呢，我个人认为为了防守阵升级是可以接受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聊聊画质的部分。那拍照方面的话呢，因为它跟 XT3 是同一片感光元件，画质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幅提升。那我们主要来讲解的地方呢是录影方面，它支援 1080p 240p， 这是比 XT3 更进步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慢动作呢可以再拍得更慢，我们可以再放慢更多倍，在创作上呢更有空间可以做创作。那再来是 4K 60p 10bit。那这个10bit呢，真的非常的棒，因为10bit的话，我们在后期调色呢，会更有空间可以去做调颜色。那除了 4K 以外，它还支援 DCI。DCI 的话呢，就是4096×2160，让我们在后期裁切画面的话呢，也有更多空间可以去做裁切。那它的位元率呢，可以达到400Mbps。那这个位元率其实非常的高，因为像 Sony 才100嘛。那画质方面不用说，画质方面确实表现非常的好。毕竟呢是富士的机身，我们还是要玩一下它直出颜色。所以下面影片呢都是直接用它直出的底片色给各位看的。那其实它直出颜色呢，真的非常的好看。那有人会问我说，富士机身直出颜色这么好看，你为什么要拍 F-Log 呢？那因为 Log 档呢是为了录影而生，它让影片的动态范围大幅提升，让我们在后置上呢有更多的空间去做后置。所以在工作上来说的话呢，我认为拍 Log 档几乎是一定必要的。那如果你只是平常出游玩玩不拍 log 档，当然没关系。那 log 档就是摆在那边，你想用再用。如果你今天有工作需求的话，你用 log 档，我个人觉得会比较保险一点，因为你在后期上呢有更多补救的空间，也比较不怕过曝或者是欠曝。那它机身还有个重点就是它有一个 F-Log 的辅助显示，就是你今天就算在拍 log 档的话呢，它的萤幕显示出来还是正常的色彩，所以你可以比较精准的去控制你的曝光度。因为我们有时候用 log 档，整体画面太灰，反而没办法好好的拿捏这个画面该有的曝光度。那这边来测试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次 XT4 的高 ISO 表现如何？那我的对比机种呢是 Sony 的 A73。那我当然知道 A73 跟它是不能做对比的，因为毕竟一个全幅一个 APS-C 嘛。那我做这件事的原因就是因为给各位看一个参考值。那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借不到 A6600，所以我只用 A73来跟各位做对比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画面。那我们先看 ISO 3200的部分。再来是 ISO 6400，再来是 ISO 12800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，其实 ISO 12800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所以它的高 ISO 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优异的。但是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它12800没办法再上去了，那这点是蛮可惜的，因为有时候极端情况我们想升 ISO 的时候就没办法。那 Sony A73的话呢，是可以一路升到8万的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是对焦评测。那对焦评测的话，也是大家非常在意的部分。那我这次的对比机种呢，也是 Sony A73，但是我打开 APS-C 模式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那我们先来看拍照的情况下，那两台都是全域 LFC， 全部都打开，人脸侦测也打开，眼控对焦也打开。那我们先来看拍照的对焦表现。往左边晃出去，再往对，好回来，好往前走。好，后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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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后退后退。那再来是录影 FC 的部分，那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它可以调控录影 AF 的灵敏度跟录影 AF 的速度，那我都是把两者调到最高，来看它最高的情况下表现如何。那 Sony 的方面也是一样，有一样的设置，我也是都调到最高。Fuji X-T4 跟 A73两台都开启 AFC， 而且开启脸部对焦。好，我们开始左右晃。好，我可以看到 X-T4 有抓到眼睛，那我们往左晃出去。好，再晃回来。好，好，往前走一下。好，蹲下，蹲到最低。好，站起来。好，停。它只要偏出去再回来，它就抓不到了，就抓不到了。你说你只要出去一次再回来，它就再也抓不到了。可是它其实有开脸部对焦，我刚刚以为是脸部对焦没开到，可是开了还是一样，所以它抓脸还是有问题。所以严格说起来呢 ，AFC 的部分，我个人觉得它的聪明程度呢是输给 Sony 的。那如果以 AFS 来讲的话呢，两台相机都非常的快，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。那都是看到什么就哔哔哔，都可以马上对到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毕竟不是什么奥运记者嘛，所以这两台的对焦性能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够用。我们一般的题材或拍宠物什么，其实都非常的够用，都非常的快速。好，那到结论部分呢 ，X-T4 呢，我个人认为是一台不折不扣的 APS-C 的机皇，它可能是目前最强的 APS-C 相机，它对焦非常快，录影画质非常优良，有 4K 60p 10bit 非常的好，而且内建色彩非常多元，对于新手来说，不喜欢调色的人来讲的话呢，你直出也可以直出非常好看的底片颜色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代 X-T4 呢，它的防手震确实优异，它机身防手震呢，让你在接不管任何老镜头或者是转接其他家的镜头呢，都可以拥有防手震的效果，所以想升级的各位真的不要再等了。那有人问我说这次 X-T4 会过热或者是电池表现如何？那我这边给各位一个参考值，就是我们在很热的天气情况下拍摄3个小时，那录影跟拍照大概一半一半，那拍照都是拍 JPEG 加 RAW， 那录影的话都是拍摄 4K 60p。那我们总共大概用了3个小时的机身都没有出现过热警示，然后电池差不多也耗尽。那在3个小时内做这么多的事情，然后刚好把电量耗尽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它电量确实表现是优异的哦，因为毕竟 4K 60p 这种资料量这么大的东西一直在处理，却还可以有这样子的表现，所以我觉得它电池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。好，那这次的评测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还在观望 X-T4 或者是你朋友很想买 X-T4 的话呢，欢迎分享这个影片给你的朋友们哦。那这不管对我或对你的朋友们都很有帮助哦。好，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那有任何关于 X-T4 的问题呢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提问哦，我都会一一回答给各位。那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Enzo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